我是1958年中秋节出生的。我们那个时候是上海闵行，那个是以前还没有成立区了，是属于比较郊区的。我妈妈说那天早上7点多，她生了，然后就我爸不在，我爸在上班，就打个电话，那个医院就打个电话到那个给我爸，恭喜你呀！生了一个女儿，生一个女儿，胖女儿，这个要恭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是2个哥哥，所以要恭喜。因为我爸一直想着要一个女儿，要个女儿，终于有了，有个女儿。然后，所以我出生是很欢乐的，很幸福的。我爸是从朝鲜抗美援朝回来，到地方嘛是随我妈的。我妈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我58年出生的，66年文化大革命，我才刚刚进小学，刚刚上课上了没几天就停课了，去什么闹革命去了，对吧？闹革命嘛，不是我去闹革命啊，是人家来闹我们家。我爸就被打倒了，就灌牛棚了。我那个时候刚上小学，我就知道了，关在里头是被打的，天天打。我爸后来是逃出来的，比较伤心这一段。他从那个牛棚里半夜看管他那个人，刚好是我爸的那个下属，就比较对我爸关系比较好的，就把他放出来。那个时候他是参加了那个造反派的，但是他们那个造反派是没办法的，就逼着你要参加的，你不参加你就是反面人物了，对吧？就是要被打倒的，被迫参加的，就叫他看。那天晚上是他看守，就把我爸放出来了。我爸半夜的时候回家，然后不敢进屋，就在窗口敲窗，然后我妈就把他那个替换的衣服啊什么，再给他一些现金，就带着东西，带着一个包裹，就连夜就逃出上海。那个时候我爸就是算有经验吧，因为是打仗过来的人，就是有经验。他不走大路，不坐公交，走乡间小路，徒步，就是走出上海，然后再坐火车坐到自己老家。我们老家是在那个江苏常州，那厂里的那些造反派，然后就是带着队。第二天没人了嘛，就发现就马上就带着队冲到那个他们村里就都是很保护我爸的，就把我爸藏到另外一个村。然后他们进村的时候，他们就拿着锄头铁大在村口就守着的，谁敢进就打就开始对峙，就处于这种情况。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单位的那些造反派没办法了，只能就回去了，没有逮到人嘛，只能就回去了。我爸就是这样被他们的乡亲们保下来了，要不逮回去就死了，人没了。看看，哎呦，看看这个好像还是有点大。这，我们在家，但是被造反派关起来的。就把你这个家就围起来，都不能出门，就围起来的。但我妈也是很坚强的，我妈也是部队出来的，我妈就带着我们3个小孩，就到他们单位去要人。她说我这个人是在你们单位消失的，没了，你们把我人叫出来，弄到哪里去了？
我妈就带着我们，那个时候1、2、3这个小孩子嘛，都是很小的，带着我们去，就守在那里。后来他们也没办法了，也不看我们了，就放我们了。这个砖都是这边翘起来的，它原先这里都铺满了。我们这边做个过道，这个房子买过来的时候都是很原始的，几十年了，他们这个老房子都没有装修过，没有改造过。隔壁邻居还说了，说他们从来没有装修过，这个房子很破的。但是我当时就是看中它这个花园大，这个内花园还有外花园，外面都有1亩地，所以特别喜欢。旧房子乱七八糟的这个花园，我说我自己动手改造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这个也当时锻炼身体吧。房子装修砖没有买过一块，全部都是这里的废旧的利用，挖起来再用。包括盖这个房子，这个库房也全部都是这里的砖撬起来盖的。感觉好像是弄燕子是完成自己从小啊，从年轻的时候一个梦想。那个外面是马路，隔壁邻居都很友好、很友善的。你要在欧洲其他国家偷抢，那个很正常的，这里不用怕。我们开着，我去年买了这个房子以后。我就回去了，回上海去办那个地签、办签证。我这个门都没上锁，我就怕他们来抄水表啊、电表啊，我就没上锁，开着。后来等我回来以后，我看了都没人进来过，抄水表的也没来，抄电表的也没来。他们在外面按门铃按不到，没人开，他们就不会进来。你门开着。他也不会进来，反正有时间慢慢磨呗，慢慢做。这个就是我的退休养老生活。这个院子从进门开始到这里结束，全部是这个砖铺平的、铺满的。这一边是是一个60平米的猪圈。这个60平米的猪圈，我现在全部打掉了，围墙全部打掉了，铁栏围墙，它这个水槽还在嘛？水泥做的水槽还在。我夫妻逃离上海到了老家，然后在那边待了2年，养身体，因为受伤太严重了，身体要恢复。然后这个2年里面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的。我妈妈带着我们3个孩子，就靠变卖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。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卖的，只不过就是朋友，帮忙嘛，好朋友帮忙就收一些，像手表啊什么那种，就是值点钱的东西。那么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笔呀、金笔呀什么这种，收一点。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家有呢？因为我妈妈她的出身不一般。我妈妈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在上海市区的。然后我外公祖上也是上海，也是有点财产的。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抗日战争爆发吧，就是受左翼，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的影响，然后就是参加那些抗日的社团。搞些文艺宣传啊，舞台演出啊，那个舞台剧啊什么，参加这些活动。那个时候我妈妈刚小学毕业，升中学了吧，
然后抗日战争爆发了，中学也没上多少时间就停学了，然后就参加这些地下党的那些工作，到最后是，他们就一起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。所以在部队上认识我父亲的。我妈妈的手很巧，因为她小时候在家里也是受过好的教育，然后一些手工活啊什么，她也都会做。那旧时代的女性，这种东西都要学一点的，是很怀念她的。她人很大度。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困难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消极的，没有怨天尤地的，他没有觉得我自己是好像参加革命过来的，你们对我这样的，对我们家里这样，好像很不公平，他都没有这样怨言抱怨过。他从一个大家闺秀，这样一路艰苦的走过来，我觉得对我的影响特别大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想想，好像是，我这个算不了什么，因为我生活的环境跟他相比，已经是好了一个天一个地了。虽然我那个婚姻上遭受了一些挫折，但也是因为说是改革开放吧，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，大家就分道扬镳吧。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感情破裂之类的。因为改革开放对人的思想影响很大的，人生观不同，他选择的路就不同，所以在这个岔路口各自走各自的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我遗憾的是什么呢？没有去上那个大学。这个是一个遗憾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我们是分配的，不是考的，分配到技校。读技校以后是2年，是不能考大学的。那个时候刚好是第1年恢复高考，那等于是第1年、第2年都不能参加。第3年那个时候就比较要求就比较高了，没那么松。我们再去要拿下那个全科的。那些项目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读技校是专科的嘛，专科是单一的，所以后来就没有上大学，这个是我的遗憾。这个是在降温前弄好的，0度以下它就不会干了嘛。11月头上这个全部弄好了。然后正好干了1个礼拜，1个星期，后面就降温了。这里原来是一个平台，就是一个过道，封起来了。封起来嘛，这个地方就是冬天可以坐在这里面看风景。现在改了这样，就是做一个厅吧，还没有弄好，墙还要刷一刷，地还要铺一铺，等天暖和一点弄。窗是刚刚换了的这个窗，这个我是一个次卧，这边是一个主卧，这个是他们原来留下的家具。主卧嘛有2个窗，这个主卧比较大，等天暖和了弄一弄，其实这个也住不完，这么大的地方。这里面也是一个卧室，我现在就住在里面睡里面那个卧室。那个卧室是不用装修的嘛，争取明年春天全部搞好。我自己刷，铺地板我也自己铺，那地板都在这里，我都已经学习过了怎么铺这个地板。这里边是一个厨房、卫生间，我没有装修过，没动过。要等那边弄好了再弄这边。现在是狗狗睡厨房啊，它的窝，它自己会把这个毯子掉进去睡里头。这里面是个卫生间，我现在就睡这个房间。
这里面那个房间。我去交费，水费。17号水费单是最后一天。这边整个这个是一个城，虽然是小，但是是一个城市，很安静，环境也很舒服。这前面就是公交车站，到市中心800米。哎呀，下雨了。我现在去交费，然后前面有一个亭子，就可以人工收费的。我比较喜欢这种直接把钱给他就行。你要是网上交费也可以，但是网上交费我们也搞不清，比较搞脑子的，越省心越好啊。Thank you。这里没有新的，就是这个城市建起来的时候这个样子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它只不过是把那个外墙重新粉刷，换个颜色啊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些树都是很古老的。我来的时候是11月份，11月份刚好是秋天，这里的树全部都是金灿灿的，很漂亮。现在12月了，它这个树叶都掉完了。天气好的时候，阳光照在这个树叶上，很漂亮，很美，我特别喜欢。跟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有关系的，有的人就是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生活了很久几十年，他不愿意去变动的。但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比较好动，就是性格就是能静下来。我就是一个人待着坐着一整天，我都没事，我也不会觉得无聊。待在一个地方长久，我待不住。我觉得一成不变的我那个生活我就待不住。但是你到了新的环境中，你一整天待在家里，这个环境很适合你，很舒服的，你待在家里就待得住。你在国内，你看，大城市，你居住的地方肯定是有限的，小的范围那个家，就这么几十个平米。好像我是关不住的，我这样出来走，我在欧洲走都走了10多年了，所以你叫我在一个固定的、很封闭的环境中生活，就不适合我了，我就待不住的。在这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？就整体的环境很安静。然后很祥和，不烦躁，人就是没有烦恼，大家生活都一样，没有什么比高低。你在国内，你就是朋友聚个会啊，同学聚个会啊，都会大家攀比。哎呦，聚会吃饭，他也会说，哎呀，我们家里怎么样，我们小孩怎么样哦，我们父母怎么样。都会很会炫耀那种，我就不喜欢了。像在这个地方，大家都一样，都平等，没有什么攀比，也没有什么去那个看不起你，你过你的，他过他的，见面大家都是很有礼貌的打招呼，不认识的人也会打招呼，只要你对面走过，都会主动的跟你打招呼。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很温暖的，
人家没有目的的，只不过就是陌生人迎面走过，跟你打个招呼，就是 “hello， 你好”，有的时候还跟你聊几句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一种陌生感，好像很孤独的那种，都不会有这种感觉。你走出门碰到人都是亲人。落叶怎么会归根呢？落叶肯定被风吹走的。我到了落叶，我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，还有什么落叶归根的？我就反而觉得我在国内，真的等我倒下了那一天，我也不知道我葬身于何处。现在买个墓地都几十万，你这个去增加下一代的人的负担，有必要吗？在这里，你就是有墓地，他这个公共墓地。其实我来到这里，说实话，我也看中他们的这个墓地，很漂亮。这个墓地里摆满了鲜花，每一个墓都是很漂亮，也不算什么精致，但是感觉好像很有生机。虽然是一个长眠的人，但是很有生机。那个鲜花都不会断的，走进去你根本就不会感到那种孤零的那种不会有。你走进去就是感觉很到公园里一样。我特意去看了一下，如果到将来有这一天了，能够在这里长眠，我觉得也很幸福。至少我有一个安身之处，很大的成分我会选择这样。我觉得这样就是小辈要想来看你，他也不会有那种悲伤的感觉。我去了那个墓地，我也没有那种悲伤的感觉，反而我觉得这个公墓真的漂亮。就一路走过去，一个一个看过去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幸福。也许我会这样选择。小孩都40岁了，他有他的生活，他的人生，他自己过，他的路他自己走。担忧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没必要。你看国外，我在这里欧洲走了10多年了，基本上都走到了。你看看别人是怎么过的，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小孩怎么样，要求他们怎么样，没有的，就很顺其自然的，还要特意的，就是要按照小孩的兴趣爱好去发展，去培养，没有强制的，没有强迫的。如果干这个事小孩不喜欢的，他们马上就停止。在中国就不一样了，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大家比，他考了多少，你要考多少。小孩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我给我小孩没有压力。我的小孩在他的小孩，我更没有责任，没有义务。所以他有他们的生活，我过我自己的生活，我不麻烦他们已经是很好的了。我小孩嘛，他那个大学毕业以后要求，那个时候是想去日本留学，他要学那个游戏，他喜欢做游戏设计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全力支持的，我是卖了房子拿了钱给他出去的。然后回来以后他自己要开公司，然后我又是卖了房子支持他自己开公司。但是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很好的发展，我也不责怪他，也不会说他，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过。但我是尽力了，
我2套房子卖掉以后支持他，我尽力了，我尽到我的责任就可以了。40岁以后的生活都应该靠他，我不应该再去掺和这个事情。我要管到底的话，那我就没有我自己的人生了，没有自己的生活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也是很体谅我的。哎，妈妈，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。我跟他1年也见不到1次面，这次好像是已经2年没见面了。微信上聊聊，报报平安，问问，关心一下。那小孩他的发展，他有他的志向。你一定说他不行吧？万一他以后好了呢？就给你这样一阻断了，把他的那个前程阻断了，那不就我的责任了吗？对吧？就像我喜欢出来，他一定不让我出来，小孩一定要拖着我不让我出来。那我的人生，我自己觉得会不是很顺心的，不是我想要过的，那我就会忧郁，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怪他，那都是你呢，对吧？不让我出去，要在家里，要给你看孩子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你肯定也会有这样的责怪，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，他不会来说我不会说他，他不会干涉我也不会干涉他。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亲情是亲情，但是人都是有自己独立的个体，没有说我生了他，他是我的私人财产，我不会这样。他就是一个独立体，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就应该支持他。结果好不好跟我没关系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就像我出来，我过我的生活，我要过了不好，我肯定也要回去啊，我不会待在这里啊，对吧？肯定是适合我的，我才愿意常住下来。那我常住下来，我肯定是自己喜欢的，我过了舒心的。那他也会放心吗？对吧？我过我喜欢的生活，他也会放心。所以其实这一点大家想法不一样，但是一旦想通了，什么都是看着就很开了，就什么都放下了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就很轻松，人就活着很明白，很轻松，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。没有什么，不会有忧郁，那个忧郁症，老年痴呆症尤其是不会有。老年痴呆症，我觉得就是太担忧的，老是想东想西，想的问题太多了，想出来的。我有的时候是特意走这条步行街，走到市政厅，左转再右转就是 Lidl， 德国那个廉价超市。很实惠，经常有打折的东西，价格也比较亲民的，而且它里面的食品安全肯定是很放心的，选择的那个余地也是比较多，就比较喜欢去那边买东西。那个时候改革开放，我是第一批从厂里，我们是国企辞职出来的。辞职出来就干个体户了，铁饭碗扔了，干个体户。那个时候也是，领导都想不通啊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为什么要出去把这么好的工作丢掉？但是我觉得好像那个是改革开放一个大浪潮过来了，我不顺着这个浪潮往前冲，往上走，那么我肯定被大浪淘汰了嘛，淘沙一样的淘汰了嘛。我胆子大呢，还是像我父母的。我父亲在14岁的时候，不顾家里的反对，他就偷偷的去找那个时候是新四军，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就找部队，跟着要去打鬼子，打日本人，
因为那个日本人侵占到他们村子里，烧杀抢掠，他们都看到了就很气愤的那种。14岁家里不让他出来，然后因为他是长子在家里，然后部队也不收他，因为他14岁太小了，不收他，不要他，他就偷偷的就跟着部队走了几天几夜了，人家没办法了，只能收他了。这些送他回去也不可能啊，已经走了很远了，就这样就跟着部队出去，一直抗日战争，还有那个解放战争，然后抗美援朝都参加了。所以我小时候，我父亲一直会跟我讲故事。我们那个小时候是夏天纳凉，就吃了晚饭以后，就会拿个小板凳到门口就坐着吹风。我们叫纳凉，我爸就会在那边就跟我们小朋友讲故事，讲他以前打仗的故事什么，我就听了很多，所以我的胆子就比较大，个性就比较强，造成了我就比较独立，然后对小孩的那个管教，现在是管教的小孩都是很严格的，我那个时候就是顺其自然。从小就不管他的，就他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想怎么做怎么做。你只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就行了。喜欢拍照，因为在那个外面走，你不学着拍。那么好多风景，那你就不能记录下来吗？有新的政策，就是以前有工龄的，在就是企业待过的，然后自己再交1年的养老金，自己交过1年，就自费交过1年，然后就是前面有工龄，有10年以上的工龄，那么就符合了领取养老金。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一批。像我这个年龄就是第一批拿这个养老金的，那个48岁的时候就可以拿生活补贴，就是最低的那个生活补贴。我其实48岁就开始什么活都不干了，我不干活，我是在家里照顾2个老人，我爸爸妈妈需要我照顾。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很差，他有那个严重的肺病，其实就是肺痨一样的那种毛病。我就开始在家里就照顾他们，因为生活有保障了嘛。那我爸也说了，他说你外面干了也很辛苦了，不要干了，你在家里嘛也可以照顾我们老人。我们家里兄弟姊妹3个，2个哥哥也不管的。那么我是和我父母住一起的嘛，那自然这个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了。一直那个时候就是每周都要去医院。接氧气呀、打针啊、吊针啊，每周都要去。后来就是几年以后就是不行，就是自己去也不行了，只能医生上门来吊针、挂针、打针、吃药、看病，反正都是上门来。我妈妈身体还是蛮好的，我妈妈把我也挑了一部分的那个担子。开始出去走是报团，第一次是报日本，结果去了回来，哎呀，人家问我去过哪，我说哪，我记也记不住，不知道去过哪里，自己玩了哪里都不知道，稀里糊涂就跟了他们到这个地方停下来，兜一圈，然后吃了饭就走。第2次报团，这个第1次体验很不好，第2次报团，新马泰。又换了一个旅行社，新马泰试试看，结果去了以后，关到那个什么购物的地方，关起来不能出去，你不买东西不能出去的，哇！回来我崩溃了，这个有什么呀？都是在购物，哎呀不行，以后要出去走一定要自己去。那自己去你语言也不通，读书的时候是学俄语的，俄语嘛也没学好。然后英语嘛也不会，
要出去玩怎么办？我说没事，买书回来学，买了好多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建议我先去东南亚，我说好，因为东南亚简单嘛，又近，签证也方便，然后就去泰国。第一次自己出行就去泰国，买了好多关于泰国的旅游书回来看，感觉好像也不是很难，我就去吧，就这样走出去了。一旦走出去了，顺利回来了，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就这样从东南亚一直走到欧洲，然后就这样走了10年，把整个欧洲都走完了，最后就剩下巴尔干半岛没走。到了塞维亚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养老，觉得这个地方很安宁，就是人啊不烦躁，我可以这个地方可以很安心的生活，也没有什么食品上，尤其是食品上就没有什么怀疑不放心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不要去听什么小道，哎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，通通没有的。我们在国内网上经常有看到这个有什么什么，那个食品里面有什么什么添加剂，好像一会儿又这个出问题，一会儿那个出问题，这种信息很多，就会搞得人就是那个烦躁不安心，就好像觉得处处都有什么陷阱，有危险，有什么，觉得在塞维亚就没有这个烦恼。来了一看我就喜欢这个环境，你看这个花园很舒服的，人又少，没有高楼，我特别讨厌有高楼大厦，我眼睛看出去就是蓝天白云树林矮房子，我觉得特别的舒服，心情马上就好了。就爱上这个地方了。然后我院子里面一个内院很大，一个外院还有1亩地，1亩地里面都是果树。今年那个春天的时候，连续的果子结果，我都来不及吃，掉了一地，也没人替我吃。太好了，又没有农药的，自然生长的，我现在回到上海，我不适应了，因为我是边缘化的人了，是我主动边缘，太闹了，我就已经是不适合了。你就在欧洲走啊，你看到东到西都是很安静的，很安宁的，我就喜欢这种安宁的氛围。你要吵吵闹闹，尤其你看上海市区里，你进去，汽车、人流。这个过个马路排好队，全部都是人，我已经不适应了。我看到人，我马上脑子一下子头大。所以我好像是农村出生的，我回到农村去，感觉像这样。虽然是上海出生、土生土长，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农村出生的，现在又回到农村去，才适合我。我回到上海，我就想要喝牛奶。欧洲这个牛奶好香啊！不是说崇洋媚外啊，那确实是这里的牛奶就是香，国内就喝不到那样的牛奶。你说鸡蛋，你不用担心这个假鸡蛋、真鸡蛋，这个鸡蛋都是刚刚生下来的蛋。我回到国内，我现在已经不适应了，很多东西，尤其是饮食方面，我是还偏向于这边的。国内的那些什么那么多的美食，是美食，是好，但是常吃是不是好，是不是健康，我自己要问自己，我不是问你们，不是怀疑，我自己要问自己是不是好，我是不放心的。来这里，你说那个蔬菜。
他就一颗生菜，或者包菜或者什么菜，就是那个花菜一颗，不用洗我都敢吃。然后在国内你敢吗？我回去买了菜，我一泡几个小时，倒掉水再泡，不敢吃。在这里我不洗我都敢吃，有的时候我就哎呦懒了，我就叭掰下来直接扔锅里了，真的不洗。这些也是因人而异啊，有些人过惯了那个国内的这些，他这个生活环境他就脱离不了。因为我长久那10多年在外面走，就是已经是脱离了那个生活环境了。你在外面怎么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变化的，就适应了这种变化。我说每一个变化带给我都是一个惊喜，然后一个新的体验，然后一份收获，自己就在这个体验中，这个收获中，感觉是成长。现在虽然是老了，但是还是在成长。老了也要成长，不是说到头了，思想在成长，眼界在开阔，心更宽了。心开阔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什么事都是小事，都没有生命大。生命是最大的事，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小事。只要你活得开心，这个就够了。我是无神论者，无宗教信仰，但是我自己心里就觉得一切都是自然安排。自然安排，我不受上帝安排。你的人生就是这样走，你该走的路，你该受的苦，你该享受的，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